嗨，我是蛙板。很多人都对婚姻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尤其是女生，对不对？对。所以未婚但是想要结婚的人，这集一定要看哦。如果想要影片，欢迎订阅我频道，也可以加入会员哦。大家到底对于婚姻有多大的误解？误解点一：结婚后他就会一直爱你，有这个期待吗？当然有，不然想说干嘛跟他结婚？哦，你觉得他也不会永远爱你，那干嘛跟他结婚？对啊，所以当然是有期待他会一直爱你嘛。但会觉得说，如果结婚30-40年，然后都要一直很相爱，好像会有一点难。哦，30-40年甚至50年，如果你30岁结婚，然后活到80岁，对，可能会不知道怎么维持那个新鲜感，可能就会变得有点。要怎么一直相爱下去？可能未必新鲜哦，就算不新鲜的，可是你们还相爱就好啦。但是要维持还是相爱的，想要继续走下去而不离婚的，真的是很难欸。就算你现在此刻很爱，我也不敢保证我能爱你50年。可能下一秒都对啊，对啊，不管是谁先不爱谁，我有可能是我先不爱你啊。所以我觉得很多人有一个很大的误解，就是说以为结婚的时候是相爱的，然后好像我们结婚就可以相爱一辈子，然后也一直期待着说可以一直相爱下去。我不是指不要期待，而是你最好在结婚之前有最坏的打算。就好像我都会跟大家说，签合约前要有最坏的打算。那结婚就是一个人生契约，我跟你打了一个契约，要当人生神队友。好，那万一你发现他不是神队友呢？或者有一天他不爱你了，你不爱他了，你们是不是有要离婚或破局的可能？那这个时候你才想到，哦，我当初都没想到要怎么规划这些，然后我们现在全部都拉在一起了，要分超难分开的，你就会觉得很困难。所以我建议是，你要跟一个人长长久久，或是定下什么合约契约的时候，都要先想最坏的打算是什么。如果我们不能相爱一辈子，那我们现在在财产配置上面或财务规划上面应该要有怎样的规划，才不会到时候你们想分开，可是是为了钱为了财务分不开，那你就很麻烦了，你就会被困在那里面了。所以回到现实层面，其实真的不是结婚他就一定会一直爱你，也不是你就一定会一直爱他。有一个粉丝跟我说，他说我以为结婚后他就会一直爱我，毕竟他已经选择了我啊，而且结婚不就是一种承诺吗？没想到婚后才几年，他就说他爱上同事了，我的天，然后想要跟我离婚。他说怎么会这样？结婚后怎么还可以再爱上别人？好，所以我觉得很多女生可能都把爱情跟婚姻混淆在一起，这两件事情我真的觉得要脱钩看。对，我们现在相爱，所以我们结婚了，但不代表他没有再爱上别人的可能哦。不要把这两件事情绑定在一起。你们一定是因为爱情而选择婚姻的，可是爱情未必会因为你们的婚姻而永远存在。这边我们提一下，根据内政部统计，2021年有47000多对伴侣离婚，然后这里面结婚不到5年的占了快35%。那大家是不是很难想到说，我会在结婚不到5年内就离婚？不会，你结婚的时候不会想这件事吧？会觉得我要跟他走一辈子。对，但是大家都在期待说，这应该是一辈子的事情，对不对？对啊，所以你都会用一辈子去规划你们的所有事情，什么买房啊，或者是存钱啊，或者生小孩，你们其实很少会用。但如果我们会离婚去规划未来的婚姻生活，很少人是这样反其道而行的。好，但你看刚刚讲的2021年离婚的那些人里面，有这么多人是结婚不到5年的，就离婚了。所以大家对于就是结婚是一辈子的事情这句话，要有重新不同的理解了哦。未来本书独立不等于跟爱情势不两立，里面我有做很详细的表格跟说明，跟大家说爱情跟婚姻的差别在哪里，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然后如果你想彻底了解那到底什么是爱情，爱情跟婚姻不能绑定在一起的话，那爱情到底是什么，也可以参考会员影片的这一集哦。误解点2：婚姻是一种责任跟义务，你必须要对我负责，不然干嘛要跟我结婚？很多女生好像是这样觉得哈，会觉得你要对我人生负责。很多人甚至交往就觉得要对他负责，没跟他结婚就不行了。负责什么东西？我每次听到这个我都想说，负责什么东西？我以前会想说，就是像公主一样，3餐都要伺候我。3餐伺候你要不用上班是不是？就是从头到尾只要你知道呵护。对，我帮你当玻璃娃娃，就要无私的奉献照顾你。殊不知对方也是这样子想的，是你要无私奉献照顾他，互相都这样子觉得。对啊，就是有时候会以为是不是就是找到一个白马王子来很爱我们？对，有时候女生会以为是这样，所以就会有结婚等于一生幸福美满了的一个等号的感觉。但大部分婚姻其实后面都是柴米油盐酱醋茶，根本就没这些啊。我就会觉得是，那他应该就是要养我，要养你，就是可能我的生活啊，然后我的3餐啊，然后我的开销，然后只爱我一个，出钱，然后只爱你一个。但是你还是会上班工作，只是你赚的钱是我自己花，买包包啊，买花瓶。那你刚刚不是都花他的钱了？就是对啊，小零用钱嘛。自己还有一点点零用钱，就是自己赚的。但是大部分的共同开销又是他要出嘛，对不对？所以女生对于你要对我负责，大概是这个逻辑，就是养我。好，所以结婚等于你养我。难怪男生都不想结婚，因为他懂意思，所以他能够都说什么先顺其自然，因为顺其自然等于就是我不要。大家只是互相在隔空喊话而已啊。另外一个方式拒绝我。对啊，有粉丝跟我说他觉得结婚就是要对婚姻忠诚，不能做任何对不起我的事情，就是例如出轨一定不行嘛。对。
欺骗你一定不行嘛。对那其他细项呢？所谓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大家却不讨论。例如每个月要拿多少钱回家啊？要花多少钱养小孩啊？房子是男生要买，还是我们要一起买？好，那我们是要生几个小孩啊？小孩相关增加的开销啊，是谁要负责？是你要负责，还是我们一起平摊，还是各负责多少？大家很少在结婚前讨论这些事。对啊，对，或者是女生其实是想好哦，就都是你的钱，所以不用讨论啊，因为他要负责。对，就是你呀、还有什么好讨论的？是不是因为是这样，所以才没有要讨论的意思？真的没想过。然后生小孩后的彼此的职涯规划是怎样的呢？是一起赚最多的钱，然后请人来带小孩，还是说谁会先停下来工作，他先来照顾小孩？就是生小孩之后的调整，大家也很少讨论过。这种就是属于对婚后生活的期待或规划。结婚前双方其实要先好好沟通的，因为这个就是你认为的婚姻跟我认为的婚姻有什么哪里不一样。那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来讨论，找出共识，然后我们才能成为彼此的神队友。不然你要的跟我要的就完全不同的时候，一定是吵嘛，到时候一定是吵嘛。所以婚前你们就要磨合彼此对婚姻的理解了，不能在结婚之后才要来磨。那个时候一磨下去，可能很容易就是会离婚，或者是很不快乐的婚姻嘛。对，所以不能只是自己在幻想，就是哦，我觉得结婚后应该就是怎样怎样吧，就是你养我啊，就是你照顾我啊。可是他有这样想吗？对，也许这样没有不对，但是你要找到一个他也有这样想的人，他才会是你的神队友。那如果他不觉得呢？那你打算怎么办？你结下去了才发现，哦，你不打算养我？你认为是他要出所有的钱，然后他认为啊，结婚就是要 AA 啊，不是要负责吗？对，所以如果你们对结婚是完全有不同的理解，那婚后要怎么期待幸福呢？然后误解3，很多坏习惯在结婚之后他就会改的。很多男生在交往的时候，好像就会让很多女朋友很困扰，就是例如不跟异性避嫌，或不跟前女友断联，诸如此类等等等，或者是什么出去玩、出去喝酒就会乱亏妹、把妹，回来还偷聊一下私讯。然后女友就很吃醋，说你干嘛又认识新女生？然后说我又没跟她怎样啦，晒一下也不行吗？那怎样的时候来得及吗？好，就是诸如此类，你们可能一直在鬼打墙吵重复的事情。好，可是很多人却还是会跟他结婚，然后期待他结婚后他应该就会改了吧？毕竟都结婚了啊。后来就只会爱我一个人。对，我好像听过类似的，是不是这句话我超常听到？毕竟点，毕竟你都结婚啦，收心了，对，收心就会收山了，什么或是什么，毕竟我们都要生小孩啦，等等，就会觉得好像他前面跟你不断在吵架这些事情，透过结婚这个行为，全部就会变成新好男人。这个我觉得真的是超级大的一个误解，就为什么会觉得一个人结婚后就会整个洗白啊？可能想说，因为愿意跟他结婚吗？因为你你跟我定终身，你决定跟我结婚，就表示你应该会把这些通通改掉，因为你要对我的人生负责，负责让我幸福、快乐、开心、美满，对不对？然后觉得戴戒指这个仪式就是说，对，瞬间我愿意，我愿意，对。可是你其实都没有跟他确认哦，都你自己想的哦。或者是一直狂追 IG 上面的辣妹，看看就算哦，还去跟人家按赞，还去跟人家留言或私讯说水哦，正哦，今天正哦，好讨厌，是不是？很多女生都很气男友有这些行为，好，女友都超抓狂的，因为你看就算了，按赞追踪就算了，你还给我去留言拉塞，女朋友看到都快气死。好，以上状况应该听到不要听了吧？超多人有这些困扰吧？超级多，就像我身边有那个案例是，他已经有小孩，但是他还在 KTV 跟别人偷情，哈，已经生完小孩，然后在 KTV 有跟别的男生偷情，偷情是到什么程度？就是可能有亲有摸，肢体接触啊，然后他们回家也会用讯息传一些暧昧的，就是已经当妈妈，但还在跟别人搞暧昧，所以他其实他自己本身也没有理解到我现在是有什么婚姻里面的道德或义务或责任，忘记这个愿意，他忘记了我今天单身，戒指拿出来，我单身。所以出去玩之前，他都会先洗白自己，说我今天单身，我是用今天单身的心情出来玩这样。切换模式，所以其实男生女生都会啊，对不对？都会有不小心忘记我有结婚这件事。我也有遇过，就是有把老婆小孩就放在家里，然后自己偷偷跑出来唱歌喝酒，然后还说发现实动态不要发到我，怕被老婆看到。然后因为他跟老婆说我在加班，对，因为老婆不知道。很坏哎。这个情节还算，就可能他还没有怎样，他只是出去玩而已。对，但是有欺骗，因为已经没有跟他就欺骗啊，对啊，欺骗说在加班，可是跟兄弟出去喝酒什么，然后万一有来一群妹啊什么的，谁知道呢？对啊，那地方那么黑。可是呢，通常会有这种状况，其实是在交往的时候，你们可能就已经在吵这些事。但是不管男生或女生，可能却又期待结婚之后你就会改。我经常听到女生是说，毕竟你都有老婆了，怎么还可以这样？好，我先讲一个逻辑哦。
如果他是一个结了婚之后就会觉得，毕竟我都有老婆了，我不可以这样的男生，那我问你，在交往的时候，他不会觉得，毕竟我都有女友了吗？黑呢？这不是同一个逻辑吗？他都不会有，毕竟我都有女友了，我不能再怎样怎样。那结婚他怎么会觉得，毕竟我都有老婆了？逻辑不通就是不通，结婚后不会变成通，好不好？尤其是装睡人是叫不行的啊，他就是故意要忽略这件事。那不管是交往还是结婚，他都是一样的啊。你休想跟错的人结婚，却期待会有好的结果吗？所以我是觉得最重要的是不要期待一个人在婚前婚后会有什么很大的改变啦。你可能会听说过啊，谁现在结婚后他真的变得很多哦，他以前本来很爱玩，可是呢他结婚然后生小孩之后，他变成一个超好爸爸什么什么，确实有这种案例没有错。可是我必须讲，这种案例都是他自己想改变而改变的，就他真的觉得我也想这样调整，然后我也觉得我想要把时间留给我的家人什么什么，然后我觉得我对我的老婆小孩有尽到照顾跟陪伴他们的义务，这是这个男生有自觉。所以你千万不能跟一个毫无界限毫无底线的渣男在一起，然后却期待他结婚后就会变成一个好男，渣男就立刻变好男。我跟你讲，他只会变成已婚的渣男。多了一个名词，坏人就是坏人，已婚跟未婚他们都一样是坏人，你怎么能期待他会从坏人变好人呢？要也是他先变好了，才认识你，遇到你，然后你们在一起才结婚，好不好？不会是因为这个分水岭才改变的。所以以上3大对于婚姻最大的误解，不管男生女生都要谨慎择偶啦。如果喜欢影片，欢迎订阅我频道，也可以加入会员哦。